好，我们接着上课。无人机的供电系统设计完了之后，我们开始设计单片机的最小系统。第一步，电源设计。接下来第二步，当然是单片机的最小系统。那么单片机的最小系统有哪些呢？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分析过。最小系统的话，一般有电源、复位引脚、晶振引脚、烧录程序接口，由这几部分组成。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先看单片机的电源，这个我们需要看一下 datasheet。datasheet 的左侧有一目录搜索栏，方便我们快速去查找。我们看一下这方面电的话，应该在这个 electric characteristic， 它这里面有一个 power supply screen， 这个之前我们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它的电源主要是哪几个方面呢？一个是 feedback， 实际上是电源供电，这里用的是直接电池给单片机供电，我们这里直接接3伏就可以了。这个是相当于给 I/O 口供电。另外这个地方是给单片机供电的，整流 1.8 伏给单片机内部逻辑，单片机的内部逻辑都是 1.8 伏供电的，这个大家要牢记。好，我们还有 AD 还有 DAC， 这些都是它的独立的供电的。所以说这个地方有好几个角，我们已经看过这些角了。所以我们把单片机要把单片电源这几个电源给它找出来。接下来我们找一下单片机引脚的配置图。单片机对应的这个角啊，应该在这个 pinout and pin description 这里面啊，应该是对应哪个呢？还有这么多嘛，有 port A、port B、port C、port D、port 一直到 port F。那我们从这里开始往下看，我们从这里开始看，这个是对广角的定义。我们往下拉，不对，其实从这开始往上看，我们用的是这个48角的，我们先纵览一下。首先找电源，48、47这两个是电源，对不对？所以这两个角我们要把它用起来。feedback 第一角我们也要把它接下来。reset 这是负引角，我们需要把它找出来。8号、9号这两个又是电源，我们又把它找出来。这边没有了，这边又是一个电源，对不对？然后这边也是 DSSD、VDDS 也是，这个也是一电源，这也是一电源，可以。就这几个吗？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8个，8个角是电源，再加一个复位角，再加一个 bootling， 这是它的电源部分。然后复位，当然后面还有震荡我们后面再去找。我们往下拉到这个 table 11，我们找到48角的这个引角的分配图。48角的第一角是电源，是吧？我们要找到震荡角，这个是震荡，这个也是震荡引角，这个也是，这个也是。下面是这个是复位，第7角是复位，这些是电源引角，这个也是17角，也是。真正的这几个角可能是不能看 I/O 的，我们要看后面复用功能这一块。我们这是复位的，这是 in， 这是 out， 这是 in， 一个是外部的，一个是内部的，也就是说它几个都可以接外部的晶体震荡。我们看还有好像有没有找到？我们往上看第5角、第6角，是吧？第3、第4它不把它作为晶振，就当做一个普通的 I/O 口来看。它有一个标注了一个1，有标注一个1，那它打了个标签，它会给出详细的说明。我们看一下这个详细说明在哪里？这里1应该在这个地方，但没有找到1啊。好，我们先不管了，我们重点就选这两个，第5角、第6角做晶振。
这下子金正有了第七角做一个复位 reset input reset output， 这是复位 OK。 那么金正有了，复位电路有了，电源有了，我们这个还要看一个 boot 零44角是 boot memory selector， 这样就是 boot 零也有了。接下来回到我们 outing designer， 这里的单片机原理图，由于广角太多，我们把它分成 A B C D E F 总共6个部分。然后电源部分的话，我们选的是1这个部分，这里 U 加了一个问号，表示我们还没有对这部分进行排序，这个对 layout 是有影响的。那我们这里呢就根据这个来，有 feedback、VDDI、VDDSD， 我们在这里面是 AD。还有这个 DA， 有的是这个 S run， 这时候我们就把电源的这个东西把它连起来就行了。因为刚才这里面对于电源我们肯定要接一个3伏的，这里又是 VDD， 这里又是 feedback， 我们把它连在一起去接这个 physics， 接到这个 D， 这时候我们找2个电容就可以了。这个单片机其实功率还是比较强的。我们说这里接电容的话有什么好处呢？由于这里的电容离这里肯定比较远，线拉得很长，尽管它内阻很低，但是它线长，它有感抗，所以我们单片机瞬间，因为单片机是数字电路，它有的时候瞬间电流肯定有1安培甚至更高，甚至好几安培的电流。瞬时电流那瞬间它没有办法提供，那么就需要靠这个电容去提供，也就是说电容把这个点它的内阻把它降低了。当然我们这里用的是贴片电容，我们肯定用贴片的方式去做。正常情况下，比如说我用了一个电容，比如一个比较大的电容给这个芯片供电的话，比如它需要100安，那么这个电容就会很大。但是呢，这里面的话，因为我这么多电容给它去供，用了好多分散的电容去给它供电，这时候电容就可以取得小一点。一般这种在 data sheet 上面推荐的都是很小电容，很小的1微法什么的，很小。我们来看一下，它都是1微法左右。但实际上我们使用的过程中会发现，电容大了，对你这个单片机的稳定可靠的工作是有帮助的。那么习惯上，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都选用10微法，至少要 4.7 微法的一个电容。我们说再小的话，也要用一个 4.7 微法的电容。如果电容用的太小的话，那么单片机，比如说你模块开的少的话无所谓，但是如果你模块开得多，比如 PWM、L 口，然后定时器等等，其他所有的那些模块，所有内部模块只要都开，它就供电。供电在特别大的情况下，如果这时候电容电不够的话，那么就会影响到它内部。那么这时候你把电容一加就 OK 了，这是第一个好处。这是电容大的一个好处，单片机工作起来更稳定，程序跑起来更可靠。有人说我不这样去做，但是我测试下来也没有发现问题。是的，这个你说的很对，确实没有发现问题。但是如果这个问题不是能够复现的，就是说这种情况它不是一直都有的，在有的项目里面它就没有。这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遇到的一些问题，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同样的单片机，同样的这种电容连接方式，在有的项目里面，你电容用的小，它一点问题都没有，平常也没问题。但是换了一个系统里面，它就会出问题。你把电容一换，情况就 OK 了，又没有这个问题了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说，由于现在的单片机，你想想看，每一个 L 口都能输出
25毫安的电流，这么多在工作，它电流大，你这个电容小，你怎么能够提供这么大的一个电流？如果比如我在你的系统里面，这里是电源3伏的一个电量，假设离这个单片机很近，很近，它没有问题。为什么？你虽然这个电容小了，但是我这里的电容大，对不对？这个距离又短，它能够提供损家的很大的一个电流，所以你也不会出现问题。但是你的单片机如果跟这个电源隔得很远很远很远，你这个电容又小，外面这个单片机输出的负载又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但是不是说一定就会出现，如果你把电容加大了，至少你不会在这个方面栽跟头，是吧？如果在这个方面栽跟头，太不值了。所以说这个地方电容我们就把它进行一个加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里面还有一个问题，电容加大对这一路就降低，对走线要求就降低了。你电容加大了，就是说走线的时候我可以走得长一点嘛，不会有问题的。干扰也小，这个上面的毛刺也小，但是如果选这个电容小的话，那你这里走线走得太长，旁边的一些干扰啊就会在上面出现。当然不能说是绝对的，反正就是很容易出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经历过的，我们总结出这样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希望给大家能够带来帮助。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千万要注意做产品的时候，不是说你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你去轻视它、忽略它，认为它不会有问题。等你产品交付出去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就后悔莫及了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避免其他人的经验教训，后面设计的时候要去避免。所以说，电路的设计离不开这个走线，这个走线特别的重要啊。PCB 走线就是根据原理图来的。OK， 那这个地方我们把它连起来，我们知道这是谁的电容，就把这个电容给那个角。电容既然说我们可以降低泄露阻抗，那么电容离这个角要距离很小，要小一点。第二个呢，是电容离这个单片机近的话，还有第二个好处就是什么呢？我们说这个电容它是一个电场，对不对？它是个电场，那么外面走过来的线，或者是受到什么影响，那么它可能发生电子的跳动。但是到了这里之后，它这电子两者会紧紧的相吸，因为电容正极是正电荷，负极是负电荷，它就有电场吸在一起。吸在一起的话，那么你想想看，有这个力就不会让你这个电子的电场再发生变化，也不会让你的磁场发生变化，因为电场磁场是相互的。我们这里的电子紧紧的吸在一起，因为它还能跳动吗？电子不同跳动，它就不存在电压来跳动，对不对？因为一有电子跳动，我们说形成电流，电流的话，如果你有电阻，那么就会形成电压，那么你这个电流都没有了，跳动的电流都没有了，那么你怎么会有干扰的？这个干扰的毛刺波，用示波器量下来，它就是个毛刺波。所以说，如果这个角离离得很远，打个比方拉得这么远，我们说这个地方弄个3伏过来，这就代表它们是电器相连的，它连到上面来，那么你看看这里肯定就没有干扰了，因为有电容，但是这个地方又有一些干扰，所以到单片机角上的时候就会量到毛刺。如果这里有毛刺的话，对整个内部电路这么精密的这些电路就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对不对？所以说属于谁的电容就放在谁的一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你这个角要离的电容越
越近越好。还是把刚才那个原理图一样，把这个地方紧挨着器件拷贝出来，放到这里。这个地方也是提醒大家，这是第3点，输入的地方要紧挨着器件的引脚。那么接下来 OK， 我们就来到这个 VDD。那么这个17角跟上面合不来的话，我们这里其实可以用一个小一点的电容就可以了。VDD 肯定是给那些 ADC 啊、什么 DAS 啊这些供电的，是不是？刚才看那个表的时候，我们已经能够看出来。我们看一下17角的 VDD， 看一下17角的 VDD 是什么样的东西。17角 VDD2， 它是个 Digital Power Supply。第10角数字电源，类似于是相当于 AD 类似的东西进行一个供电的。这里电容取得太小，但是它没必要。这个电容不能取得太小，但也没必要太大。OK， 我们知道了 VDD2， 我们用一个电容就可以了。那么再弄一个 D， 这地方还没有 D， 对不对？看看上面有没有 D， 这个地方有，这个地方我们拷一个把它放下来，就表示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连起来了。好，一般情况下我们单片机有2种的接地方式，这个是电源的 D，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电源 D 直接这个 D 来表示，这样2个地方就连起来。我们把3伏的电源拷贝一个下来。接下来是 VDD SD， 这是给那个 ADS 音频的这个 AD 进行一个供电的，是不是？这个也是，所以说这个我们把它合在一起，然后就是再连接到这个 D 这个地方，我们电容稍微把它多一点点，我们把这个拷贝下来。OK， 这里面呢，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我们如果说画原理图的人，画原理图的人和这个 layout PCB 的人不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注意，一定要把这个原器件的位置摆正。这句话怎么去理解呢？我们看到有的人画板子的时候，为了把这个电容画得漂亮，他把所有的电容它 layout 的时候，原器件都放在这里，单片机放在这里，一排排把它放好。电阻也一样，一排排把它放好，连过去，把它连过去。这个时候，它这个 layout PCB 啊，看起来觉得很漂亮，实际上这里面会出大问题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你比如说你这个电容离它那么远，那这个电容放了等于没放。如果说很远的话，这个电容就等于没有多大的意义。所以说你画原理图的时候，你把电容紧挨着这个角来放，它就知道我这个电容是它的，它就靠近很近嘛。否则的话，你想想看，这里这么多的电容是吧？它们都是可以电器连接的，因为这个原器件导到 PCB 里面的去的时候嘛，它是乱的，这些3伏啊、D 和 D 啊都是电器连接的，它有可能把这2个电容 layout PCB 的人啊，把这2个电容放到这个角上来，把这个电容放上去，可以吗？完全可以，因为他们在电器上是连接嘛。但是什么？事实上，这2个电容它要放在这里，这个电容要放在这里面，对不对？所以说，你在这个情况下，你就需要把这个电容紧挨着它的角来放。这时候雷奥盘人就知道，我这个1角跟9角、8角都把它放过来，这个17角要把它放过来。这个电容是20、24、25角、23角，我就把它放过来，这样就不会出现乱。给人的感觉啊，这是谁的电容？这又是谁的电容？这个电容在这里是给单片机用的。当然，我们在后面画图的时候还会发现，
其他在商服这里用的电容，那你能把这个电容移到这边去，或者把这个电容移到那边去吗？电气上它们都是相连的，都是没有问题的。但事实上，你布局是有问题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我再去强调一下，一定要把它挨得很近，这样就不会弄错。这个 VDD1 VCC， 这个刚才我们也看了 VDD1 VCC， 这个地方我们弄个小一点电容就行了。我就把这个地方拷下来啊。我们一般呢都是建议把这个电容啊不要搞得太小 ，OK。然后接下来这是复位引脚啊，我们再看电源还有吗？电源已经没有了。接下来这是一个晶正，对吧？我们说，当然用在这个外部晶正的时候 ，P50 和 P51作为复用 L 口的话，普通的 L 口就不用了，用了它就不能再用作其他的。好，我们找一个晶正放进来，这是晶正，晶正的 D 用 G 表示 ，I 输入 ，O 是输出。事实上它是对称的，没多大关系啊。因为我们说这个晶正，我们转一个角度还是一样的，所以这时候你看这个字就没有往常去标，这个是 I， 这个是 O， 就没有往常去特别的去标出来。因为它可以180度旋转，或者是360度去旋转一个角度。那么晶正的话，我们说实际上是需要晶正电容、起正电容帮着它去起正，因为晶正的原理嘛，我们说通过电压的变化，导致它物理上面的发生了变化，物理的变化也导致电压的变化，是吧？所以我们需要2个起正电容。就一般的这种起正电容的话，它都用得很小，基本上都是皮法级别的，像22皮法、12皮法，一般这种12皮法的用的比较多。所以我们这里还需要2个电容，加2个12皮法的起正电容，这上面一个，这上面一个 ，D 跟电容的一端连接 ，D 跟电容的一端连接。这个 out 跟这边的 D 相连，这边 in 跟这边的 I 相连，这个就 OK 了啊。那我们把 D 接一下，那这边是一个 D， 这边也是一个 D，OK， 那就这样子了。我们把它保存一下。那么这个 D 我们就把它接完了。那么这个 D 的话，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好，我们有几点需要特别强调说明一下。如果你把这个电源的 D， 跟这些单片机的 D 用同一个符号去进行表示的话，那我们就需要注意了。注意什么地方呢？需要有一定的功底。你 layout 版的时候，由于它们都是电气上相连的，对不对？所以你很容易就把这个 D， 打个比方，把这个 D 连接到这个 D 上去，把这个 D 也是连接到这个 D 上面去，分别这样过去，这样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是怎么做呢？我们应该是把所有的这些 D 都合在一起，再连过去。你在走线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所有的 D 都合在一起，用一个导线再连到这个电源地上去，到电源上去，到电源的负端，到电源的负端去。这叫做单点接地嘛，因为这是商服的地，最终又回到这个商服地，对不对呀？这个正回到商服的正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完整的回路，这是一个完整的回路，也就是说白了是什么？比如说，对于我们把这个先挪开，把这个先挪开，把这个也先挪开。这个就相当于是个负载，这是一个单片机。假设啊，这是一个单片机的正，这个单片机的负，这只是一个假设。电源嘛，对不对？它由正出发，经过这个负载，然后再回到 D， 再回过来，回到这个电源的负，这是一个完整的后。但这边也是有电容的，你的单片机在那里把它当做一个负载，我们用这个把它框起来。我们把这个框起来的，就相当于是什么东西呢？就相当于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是这个东西，它是不是一个完整的？这样的话，一个回路，对不对？
在这么一个回路中，那么是不是单片机这个第二龙的 D， 第二个第二龙 D 就直接连过来，是吧？直接连过去，正好一点。主要是 D， 我们关注的就是 D， 因为 D 上面不仅有这个单片机的这个，我们涉及到后面马达的时候，传感器的时候，它们都相同的这个 D， 所以说 D 为什么脏呢？因为大家都回到这里来，那肯定就不干净了嘛。那么商符呢？商符这一段只有一个商符，没有别的，给它供一根线去走，只要不供线，是它独立的私密的一根线，那它就会相对来说好一些，干净。但是 D 不一样， D 大家都共用在一起，有电池的 D 啊，马达的 D 啊，是吧？单片机的 D 啊，传感器的 D 啊，等等，各方面都混到一起去了，所以说它就会脏。所以我们走线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当前的这个回路。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直接连到电容的负端，这叫单点接地，千万不要就是说这个电容，你这个电容连到这里的地，你这里的地也自己连过去，那这样的话它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嘛。所以说我们这样的目标就是这相当于这个框，这个相当于我们这个整个单片机一个整体。那么这样一个回路，它这个整体这个回路才有意义。所以我们 layout PCB 的时候满足这样一个特征，这个是大家务必要记住的。好了，那么有一些人就是说把握能力不强，对新手来说怎么避免我这里的 D 到时候免得它直接连到电源上面的这个 D 去。当然这样做电器上连接是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你这个会多出很多干扰问题在里面。对新手来说，我们建议大家是这样去做。我们说高手可以这样做，把所有的 D 都合并起来，然后用单点去跟这个电源的 D 相连。新手呢，我们可以这样把所有电源的 D 换成这个信号的 D。 OK， 那么这样子的话很明显就不会错了嘛，你跟上面这个都电器上就不连接了嘛，所以你肯定必须先把这块先连好。这边呢，这边怎么去连呢？那我们一般是选一个0欧姆的电阻，我们找个0欧姆的电阻，0欧姆的电阻一端我们说接着这个，一端接着这个。有人说为什么要这样？我们说它就实现这个电器的连接呢，是吧？就用到这个连接到这里，还有个0欧姆电阻。那有人说为什么非要还有个0欧姆的电阻呢？那假如你没有这个0欧姆电阻的话，假如是这样，那你两根电器上两根怎么可以去连呢？怎么去连？它首先必须连起来。这样的话，没有0欧姆电阻的话，它没法连，所以只有这个0欧姆电阻，它才可以连起来。把0欧姆贴片一贴上去，做个焊盘，贴个片就 OK 了。第二呢，0欧姆的电阻啊，实际上它还是有一定电阻的，是吧？它可以防止 D 跟 D 之间的一个震荡，就因为我们说，我们讲到后面 layout PCB 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这个 D 上，比如说大量的一块麸铜，这里满满的全是 D 的时候，就是这里面这个点啊，假设这个点为 A， 这个是我们 B， 这个比较难讲啊，但是我们还是要耐心的去听。对于这个 D 来说，我们来看这个地方的 D， 我们叫做 A 点的 DA 和这个 DB， 我们来看理论上的麸铜，对不对？这是一块麸铜，画原理图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个 D 怎么去解决。理论上讲 DA 和 DB 它们的电位差为0伏，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上呢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面有震荡，这里面也有杂波，实际上电位差不为0。那么不为0的话，它有电色差，它就有回路，这就是很麻烦。这是我们所说的差分干扰，是不是啊？差分干扰一旦有了差分干扰，那么你去做
EMI 的时候，差分干扰这里肯定就过不去了，这个方面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另外呢，这里面出现震荡，就像一个河里扔了一个石头一样，拼命震荡。所以说这个地方也需要我们去注意怎么解决，我们后面总有解决的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总比问题多嘛，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好了，我们把这个弄完，这是一个单片机这样一个回路里面来，我们把这个变成信号 D， 那么这里就没有了。你再用这个来一接，这是电源的 D， 这是我们单片机的一个合并后一个 D， 然后我们用0欧姆的一个贴片电阻，这样就把它们电器上连接起来。我们虽然说原理图上是这样画，但这个电阻我可以把它放在单片机这一端，也可以放到它中间的任意一个位置，也可以放到整个 PCB 板的另外一个角上，这样去绕一圈下来，可以，电器上是可以的，但事实上是不行的。我们这个0欧姆电阻要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这个0欧姆的电阻啊，一定要把它放在电容的接近于电容的地方，那么这样它才比较合理。为什么呢？因为一定要单点接地，在这个地方单点接地，这边连过去，这边连过去，这个距离离电容距离很近，那么这样就 OK 了，就没有问题。这个地方涉及到一个布局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说 EMI， 其实我个人认为最大的感受就是 layout PC 板是很重要。你 layout 板不好，后面的 EMI 你会费很大的事。layout PC 板做得好的话，后面的过很容易过，而且你整给起来也很方便，甚至你花的钱比较小，这个很重要。layout PCB 是个大文章，当然呢，说这么长时间我没有讲 layout PCB， 就是想把电路原理图给大家分析透了，之后我们再去讲 layout PCB。有了前面这么多视频做铺垫，那么现在我们开始讲 layout PCB 的话，就会容易一些，因为你本质的东西、原理性的东西、回路的东西、主看的东西我们都懂了，之后我们再来谈 layout PCB， 大家听起来就会轻松一些，是吧？放在这个位置，那它就 OK 了。当然我现在先把这里面细节的讲出来，后面我们把原理图全部画完了之后，我们再重新整理一下，那么就 OK 了，是吧？其实这里两种画法，像这两种画法。好，这节课我们先讲到这里，大家休息一下。